冲突再起，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开战。疯狂的卢卡申科，白俄进入全面战备状态。从编舞家到坦克猎人，乌克兰战争英雄。反攻扎波罗热，乌军收复小希尔巴西。强行征兵，俄轮换机制彻底崩溃。爱沙尼亚封锁边境，俄罗斯士兵逼近北约。顶不住了，俄放弃地中海部署。精彩资讯马上开始。中东那边刚消停下来，亚洲又爆发战事，规模还不小。亚洲这边，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干起来了，这并不是什么新消息，双方存在边境主权问题，一直都有摩擦。你打我一拳，我踹你一脚，属于殖民时代的后遗症，火力军已经见怪不怪了。不过这一次，双方之间的冲突大幅度升级，归根结底还是阿富汗的问题。在巴基斯坦境内，有一支叫做巴塔的武装力量，时不时的搞破坏，之后就跑到阿富汗境内。于是巴基斯坦一再指责阿富汗庇护巴塔武装分子，但阿富汗却是不管不顾。如此一来，矛盾就一点一点积累起来了。最近这段时间，阿富汗也飘起来了。在7月份的时候，俄罗斯承认了阿富汗临时政府，之后阿富汗又和印度眉来眼去，恢复了外交关系。还有消息称，双方达成了一个协议，准备南北夹击巴基斯坦。一般来说，这种消息属于绝密，阿富汗和印度知道就行了。结果现在被爆出来了，巴基斯坦也知道，那这事儿就不好办了。毕竟买来的飞机大炮也不是摆设。可以说，阿富汗激化了与巴基斯坦的矛盾。更离谱的是，在10月7日，巴塔又出来找事了，在巴基斯坦捣乱之后，跑到阿富汗避难。这一次，巴基斯坦不忍了，自己都把印度干趴下了，还怕你一个阿富汗？于是，在10月9日，巴基斯坦对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进行空袭，目标是巴塔领导人努尔瓦利·马哈苏德。现在有消息称，马哈苏德已经被干掉了，但巴塔这边则表示马哈苏德没事。这人结果如何不重要，重要的是巴基斯坦空袭阿富汗这事，彻底引爆了双方之间的关系，战争开始了。目前，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地面部队已经在边界交战，双方也都公布了战果。巴基斯坦军方通报，以夺取阿富汗边境的19个哨所，干掉了200多名阿富汗人员。阿富汗新闻发言人则表示，以夺取25个巴基斯坦军方哨所，击毙了58名巴基斯坦军事人员。双方的战果无法查证，边境地区通讯极为受限。不过就实力来说，阿富汗是打不过巴基斯坦的，只能搞偷袭破坏。巴基斯坦也不会发起对阿富汗的全面战争，毕竟英苏美都在阿富汗治安战上。火力军估计大概是有限度的冲突，不会发展成大规模战争。不过这就有一个问题了，各位觉得特朗普会不会参与进来？乌俄战场这边，普京服软之后，白俄罗斯突然硬起来了，其已经进入全面战备状态。卢卡申科还表态，乌克兰可能会作为一个国家消失，这是要下场了。作为普京小弟，卢卡申科近期的表态完全延续了普京的风格，大哥说什么自己说什么。之前普京给特朗普说好话，把至今没有和谈的锅甩到了乌克兰头上，现在卢卡申科也开始这样干了。卢卡申科表示，在和平谈判方面，他之前倾向于指责欧洲未能达成协议，但是最近这段时间，他收到了大量内幕。和谈不是美国的问题，特朗普是真的想推进谈判进度，也不是俄罗斯的问题，其正在推进谈判，也不是欧洲领导人，更多的是泽连斯基的问题。按照卢卡申科的说法，可以对泽连斯基施加压力，使其同意和谈，甚至恐吓乌克兰，趁俄罗斯正在前线推进，这可能导致乌克兰作为一个国家消失。之后还表态，希望乌克兰总统听到我的建议，除了斯拉夫国家之外，没有人会在乌克兰领土上给他带来幸福。这话说的甚至比普京还过分，最起码普京不会表示俄罗斯能为乌克兰带来幸福，至于其他言论更是无稽之谈。在美俄会谈之后，乌克兰一直希望和谈，是俄罗斯不愿意谈判，还开出了一大堆乌克兰不可能接受的条件，用来拖延时间。这件事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卢卡申科的这些话也只是想洗白俄罗斯，但注定没有用。不过对于乌克兰来说，接下来一段时间要小心白俄。乌克兰真理报报道，卢卡申科正在检查白俄军队的战备情况，其中包括将军队达到全面战备状态，以便进行核查。之后多个单位将采取一套措施，进入戒备状态，转移到指定区域并执行指令中规定的活动，目的就是判断军队执行任务的速度。从表面上看，这只是演习，但实际情况是，白俄罗斯武装部队已进入全面战备状态，能做的事情很多，不排除部署边境，进一步恐吓乌克兰。就像卢卡申科说的那样，给泽连斯基更大的压力。就火力军来说，普京画的大饼，白俄这是吃多了，在一旁划水就行了。现在那么跳，之后美欧会有什么新举动，真说不准。
战场方向，乌军收复扎波罗热失地，俄轮换机制彻底崩溃。苏梅方向，因为乌军的反击强度，俄军已经守不住奥列克西伊夫卡了。在该地区，俄军甚至出现了友军交火的事件。俄罗斯军事指挥部派遣了第810独立海军步兵旅的部队增援奥列克西伊夫卡，但因为没有协调，直接向队友开枪了。西北方向的康斯坦丁尼夫卡，俄军面临乌军不间断的反击，却没有炮兵支援。火力军相信，再过不久，我们就能看到乌军收复苏梅的消息。红军村方向，俄军向乌克兰阵地发起攻势，但被乌克兰挫败。实际作战时，俄军坦克会伪装成灌木丛，但是在乌军 FPV 无人机的打击下，一切都是白搭。多布罗皮利亚地区，乌军的包围圈依旧存在。迄今为止，虽然给俄军造成严重损失，但在俄军持续的救援行动中，并未全歼被围俄军。不过就火力军看来，乌军这是选择了另一条路，那就是围点打援。先前俄军在多布罗皮利亚方向发起了一次大规模装甲突击行动，结果被乌军歼灭，这就是最好的证据。如果俄罗斯不放弃包围圈的士兵，这次的失败只是开始。扎波罗热方向，乌军24独立营艾达尔宣布成功解放小谢尔巴基。根据声明，艾达尔营的部队与第323独立突击团一起在小谢尔巴基上空升起了乌克兰国旗。乌克兰总参谋部也发布报告，证实乌军发动反击，并向前推进了3.5公里，还俘虏了不少俄军。目前尚不清楚该村庄到底是什么时候解放的。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很少证实俄罗斯军队失去领土，但可以确定的是，俄军的扎波罗热攻势已经宣告失败。9月初，希尔斯基表示，俄军计划在扎波罗热方向发动大规模进攻，现在已经没有后文了。莫斯科目前占据了扎波罗热州约70%的领土，但地区首府扎波罗热仍处于乌克兰控制之下。黑海方向，乌军击落俄军卡52，机组人员被曝全部死亡。随后，更多的军事频道确认了这一消息。更具体的战况还有待后续披露，不知道乌克兰是用什么武器将其摧毁的。但乌俄战争以来，卡52已经多次被乌军击落，甚至还曾被无人机击中过。用无人机击落直升机，甚至是战斗机，这也开创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先例。战场上的实力并不能掩盖俄军的另一个问题，那就是轮换机制彻底崩溃。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拦截了一个俄军士兵与指挥官的通话，内容很直接。士兵想要轮换战斗阵地，但是因为人员的不足，俄军指挥官拒绝了。在回应下属的要求时，俄军指挥官声称其余士兵的处境更糟。在俄罗斯这边，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重点在于这位通话的士兵着实有点惨，残疾人、机枪这2个词就能说明一切了。在回应俄军指挥官时，士兵也充满怨气。我们将怎么做？1个月前或者2个月前，你说有人要改变我们，但最终没有人来找他们。俄军这是将受伤士兵留在阵地数月。火力军估计，如果俄军指挥官继续不管不顾，这些留在前线不能轮换的部队，要么被乌军歼灭，要么投降。相比之下，乌军这边却是英雄数不胜数，为了保卫国家，更是主动加入前线部队。他就是马克西姆，乌克兰国家边防局新闻处分享了他的故事。乌俄战争爆发之前，马克西姆以艺术家的笔名，在钢铁边境旅担任编舞和舞蹈老师。战争爆发后，马克西姆决定加入前线作战部队，作为一名反坦克榴弹发射器炮手，掩护步兵并摧毁俄军装甲目标。从编舞家到坦克猎人，他的身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马克西姆甘之如饴。在乌克兰，马克西姆这样的人并非个例，他们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不能以一敌十，也没有因为自己的经历获得荣誉，但是为保卫国家付出了自己的力量。但微小个体的战争终将汇聚成胜利洪流，荣耀必定属于乌克兰。在俄罗斯这边，通过高额财政激励措施征兵的方式已经不行了。打到现在，俄罗斯民众都知道这是不正义的入侵战争，不愿意战斗。独立俄语媒体报道，俄罗斯征兵办公室的员工表示，即使在提供最高经济激励的地区，与俄罗斯国防部签订合同的人数也没有增加。就目前来看，汉特曼西自治区的一次性补助最高达到了320万卢布，其他地区也不会差很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将一次性补助增加到310万卢布。为了征召合同兵，俄罗斯各地的区域平均每3到4个月增加50万卢布的奖励。尽管成本高昂，但愿意服役的人数却在减少。2025年4月至6月，仅有3.79万人签订合同，为2年来最低。相比之下，2024年第2季度签约人数为9.28万人。报道说，消息人士评估说，想从战争中赚钱的人都已经报名了，其他人都不想参与这场入侵，除非是缺钱，或者是自身有问题。西伯利亚地区2个未指名的征兵员工表示，最近只有高龄和患有慢性病的新兵才报名。伊尔库茨克州北部一个城市的消息人士称，新兵过来之后都是询问福利，例如子女优先教育、贷款延期和债务减免等，战斗力可想而知。
早在2月份，战争研究所就评估称，俄罗斯对新兵的经济激励不可能大幅增加招募人数。就跟上面说的那样，想要赚钱的已经参军了，报名率下降，俄罗斯只能寻找新的激励措施来推动招募，或者是强制征兵，也就是电子征兵通知系统。在俄罗斯，该系统已经全面启用，莫斯科居民也收到了电子征兵通知。电子征兵通知系统启用之后，俄罗斯激励资金也有所下调。生意人报称，俄罗斯4个地区下调签署动员合同士兵的一次性补助，分别是达达斯坦、楚瓦什、马里埃尔和别尔格罗德。在达达斯坦，一次性补助金额从310万卢布降至80万卢布，只有原来的1/4。楚瓦什这边金额从250万卢布降至80万卢布，马里埃尔则是从300万卢布降至80万卢布。别尔格罗德更离谱，原本补助都不多，只有80万卢布，现在更是直接降低到50万卢布。根据媒体的报道，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是财政状况比较困难。火力军承认，在征兵这方面，俄罗斯花了不少钱，但这并非根本原因。俄罗斯知名数据分析与政策研究网站 ReRussia 估计，2025年上半年，俄罗斯联邦和地方当局在招募和支持军队方面花费超过2万亿卢布，其中约4000亿卢布用于合同奖金，8650亿卢布用于现金补偿，还有7650亿卢布用于对死伤者家属的补偿。对于当前的俄罗斯来说，这不是小数目，但下调签署动员合同士兵的一次性补助绝非因为钱。4个地区同时降低补助，背后没有克里姆林宫的指示，火力军第一个不信。根本原因应该是强制动员令，电子征兵通知系统启用之后，谁都跑不掉，就没必要花费这个钱了。接下来，随着战争的持续，俄罗斯的伤亡会越来越多，征兵人数也会水涨船高，难度也越来越大。而且对于俄罗斯而言，困境不止征兵，还有经济。俄罗斯企业拖欠工人工资以及裁员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内部的动荡指日可待。当战火烧得正旺，俄罗斯军工厂机器轰鸣不绝时，民用工业却已经不行了。军工的胃口太大，不仅吸走了银行的贷款，还把壮劳力都拽进了战场，让本就体弱的民用经济更是雪上加霜。路透社的一份报告直接揭开了俄罗斯经济的另一面。随着战争经济的蓄火渐退，国内需求停滞，出口渠道也已经枯竭。昔日风光的工业巨头们，如今却不得不让员工休假避风头，甚至是含泪裁员。从铁路、汽车到金属、煤炭、矿石，甚至连盖房子的水泥行业也未能幸免。这些公司为了体面的止血，只能在不制造大规模失业的前提下，想方设法削减工资开支。就比如俄罗斯最大的水泥生产商，这家拥有18家工厂和1.3万名员工的巨头，竟然把每周工作4天的临时政策一路延长到了年底。负责人嘴上说着这是必要的反危机措施，我们的目标是保住所有员工，但心里估计苦涩得很。伊朗和白俄罗斯等国进口产品的冲击，加上新建房屋数量持续躺平，俄罗斯的水泥需求已经跌至谷底，预计今年连6000万吨都到不了，这水泥都快堆成山了吧。面对路透社的灵魂拷问，俄罗斯工业部和劳工部选择装聋作哑，没有给出任何回应。但俄罗斯宏观经济分析与短期预测中心可没那么害羞，他们直接给俄罗斯泼了盆冷水。今年年初以来，与打仗无关的经济部门已经悄无声息地萎缩了 5.4%， 就连一些根正苗红的俄罗斯国有企业也开始掉链子。俄罗斯一电报频道爆料，滨海边疆区一座发电厂里有60多名工人为了讨薪，在厂房里安营扎寨了好几天，甚至还有人爬上屋顶扬言要跳楼，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根据俄罗斯劳动法第142条，工资拖欠超过15天，工人就可以合法停工。即便当地政府注意到了这次闹剧，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毕竟工人们是依法办事。而作为俄罗斯的经济顶梁柱，能源产业日子更是过得战战兢兢。美欧制裁加上乌军空袭，让俄罗斯的能源设施苦不堪言。在此之前，泽连斯基在会见乌克兰安全局局长马柳克时，明确指出俄军接到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抢攻乌克兰阵地。既然你来硬的，那我也不能坐以待毙。于是泽连斯基大手一挥，批准了乌克兰安全局的新行动，全力削弱俄罗斯的军事潜力，其中包括俄罗斯赖以为继的能源命脉。每日电讯报的一篇报道更是把俄罗斯能源产业的窘境暴露无遗。今年8月，无论是石油、成品油、天然气、液化天然气还是煤炭，俄罗斯所有的能源销售利润都跌到了2022年以来的最低点，每天只有可怜的5.46亿欧元。这数字听起来好像不少，但对于一个能源大国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高盛更是预言，到2026年，俄罗斯的石油产量将下降 10%， 从目前的每天930万桶日减到840万桶。主要原因，炼油厂的产能持续萎靡不振。除此之外，俄罗斯石油公司还背负着沉重的包袱，高达17%的基准利率和税收，压得他们喘不过气。
若不是克里姆林宫在背后输血，估计一切俄罗斯大型石油公司早就狗带了。从军工的虚假繁荣到民用的步履维艰，再到能源产业的四面楚歌，俄罗斯的军事和经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战争的代价也愈发高昂。在这场看不到尽头的消耗战中，俄罗斯的油箱里还能剩下多少燃油呢？经济与军事上的困境也影响到了俄罗斯的军事部署。现在，俄罗斯已经放弃地中海，全力应对北约。防务新闻报道，在地中海地区，因为战备问题，俄罗斯海军的活动大幅下降，仅部署了少数海上资产。而在2018年的时候，俄罗斯在地中海部署了最大的特遣部队之一，包括2艘潜艇和10艘水面舰艇，现在都没了。这也没办法，叙利亚的政权更替后，塔尔图斯港口不给俄罗斯用了，地中海的俄罗斯舰艇必须依靠波罗的海、北极的遥远港口进行维护和补给。这样的确能维持行动。9月份的时候，俄军一艘基洛级潜艇因为技术问题，被迫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浮出水面，之后返回波罗的海进行维修，但是太麻烦了。虽然之前有消息称俄罗斯要在地中海寻找新的港口，但具体在哪儿现在还没有公布。就火力军来说，在乌俄战争的背景下，即使俄罗斯重新找了一个队友，也没有精力建造新港口。普京也知道这个问题，于是放弃了地中海部署，将舰艇部署在北约东翼，加强对北约的威慑。当然，俄罗斯海军并没有公布舰艇的具体数量，不过国际战略研究所发布了一份报告，估计俄罗斯的波罗的海舰队运用着69艘舰艇和辅助舰艇，就这个数量来讲，远远超过北约海军力量。当然，火力军并不担心这个数量毫无作用，俄罗斯海军的舰艇太老，性能太差，真要爆发冲突的话，能发挥多大作用还不得而知。并且在1月份的时候，北约就启动了波罗的海哨兵任务，加强对关键水下基础设施的保护，部署护卫舰、巡逻机、无人机等。还有美国的 P8 波塞冬正在波罗的海上空进行反潜行动。最近，北约海事司令部声称，一艘法国海军护卫舰在布列塔尼海岸附近追踪一艘浮出水面的俄罗斯潜艇。英国防务杂志报道，这艘潜艇是新罗西斯克号，潜艇都被追踪了。俄罗斯海军的其他部署估计也在北约眼皮子底下。俄罗斯海军增强在北约边境的部署，陆军也是如此，正在逼近爱沙尼亚边境。爱沙尼亚警察和边防委员会称，巡逻队注意到俄罗斯方面的行动比平时活跃得多，成群结队的武装人员沿着边境行走。爱沙尼亚边境巡逻队被派往道路两侧，警告司机并建议避开该地区。在普斯科夫地区，俄罗斯当地的居民和游客可以在没有签证或边境管制的情况下驾车或骑自行车穿越。爱沙尼亚必须小心。事件发生之后，爱沙尼亚当局要求莫斯科对其进行解释。不过，按照莫斯科的说法，这只是例行公事，既然你不讲道理，那就别怪其他人。爱沙尼亚直接关闭了与俄罗斯的一段边境。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俄罗斯内部什么时候会爆发动荡？是否会导致战争结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